朋友們，明天就是精彩的足球周末了，很期待。今天的重磅仍然是 C 罗和沙特联赛高层之间这个撕逼是越撕越大。喜欢支持的话，欢迎您点赞、分享、評論和熱推。咱們節目馬上開始，謝謝。今天的 C 羅徹底和沙特聯賽是掀桌子了啊！首先最關鍵的比賽，利雅得勝利主場2-0拿下吉達聯合，可是 C 羅仍然缺席。而有意思的是，在這場比賽中，現場的球迷們全部舉牌向 C 羅表示了支持。視頻當中可以看到 ，C 羅已經連續罷賽第2場，但利雅得勝利的球迷們拿着寫有 C 羅名字和7號的黃色紙板，隨着鼓聲的節奏一起喊 "Sui Sui"， 同時將牌子舉起。另一方面 ，C 羅的老婆未婚妻喬治娜在社交媒體曬出了 C 羅在家帶女兒的照片。這位葡萄牙國家隊隊長繼續他針對沙特公共投資基金的抵制行動，因為利雅得勝利俱樂部拖欠的薪水還沒有得到支付。怎麼回事呢？有消息爆出，勝利集團在1月份僅僅投資了30萬歐元，所以勝利隊的員工包括護士、設備管理員、理療師，還有青年隊的教練都沒有拿到工資。主教練熱蘇斯和一些關鍵球員以及隊內的其他成員都支持 C 羅的立場。主教練熱蘇斯甚至是取消了和吉達聯合比賽的賽前新聞發布會，而且也不考慮參加賽後的新聞發布會，以此來表達對 PIF 的不滿和決定對 C 羅的支持。現在有媒體爆出，現在 C 羅的不滿最關鍵是無法理解他的對手新月隊是如何獲得批准資金來完全匹配本澤馬的薪資要求，引進了本澤馬。但沙特公共投資基金方面堅持每個俱樂部在引援問題上擁有獨立的決策權。新月隊方面則強調，這筆交易是小股東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親王出資完成的。此前，由於吉達聯合隊在續約談判中提出的條件被本澤馬視為具有侮辱性，所以本澤馬和吉達聯合雙方產生了緊張關係。新月隊就利用這個機會，同意和本澤馬簽下了一份為期1年的合同。在周四，本澤馬在新月隊的首秀中，他就上演了帽子戲法。現在，由於沙特俱樂部每個賽季共享約20億歐元的預算，這筆資金通常是在夏季分配，用於轉會費、經紀人的費用，還有球員的薪水。資金來自所謂的球員引進卓越中心計劃，並根據俱樂部的實際需求和市場機會進行分配，所以各隊獲得的金額並不相同。這並不相同嘛，民不換貧，換不均也，這個不公平，所以就引得4家俱樂部之間引發了摩擦。這些俱樂部同時還可以使用自有資金，不過這個問題也並非長期存在。預計到2030年，4家俱樂部將迎來新的私人所有者。其中新月隊有望最早完成出售，時間甚至可能提前到今年。沙特方面人士強調，公共投資基金從一開始就只是私有化初期階段的中期持有者。部分沙特高層官員甚至希望 C 羅在退役後選擇收購勝利隊，但目前更緊迫的短期挑戰是緩解 C 羅的不滿情緒。預計 C 羅將和公共投資基金以及沙特職業聯賽的高層繼續進行會談。沙特方面的態度很明確，希望留住 C 羅，並期待他在沙特聯賽完成自己職業生涯第1000個球的里程碑。針對近期情況，沙特職業聯賽的發言人也做出了回應。他說沙特職業聯賽的基本架構十分清晰，所有俱樂部都在相同的規則下獨立運營，各俱樂部擁有自己的董事會、管理層和足球事務決策的體系，引援、支出以及整體戰略均由俱樂部自行決定，並受到統一的財務框架的約束。該框架的目的是在確保聯賽的可持續性發展和競爭平衡，對所有球隊一視同仁。而自從 C 羅加盟了利雅得勝利隊以來，他自己始終深度參與了俱樂部的事務，並在球隊發展目標和整體的雄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和所有頂級競爭者一樣， C 羅渴望勝利，但無論個人影響力多大，都無法凌駕於俱樂部自身的決策體系之上。最近的轉會情況本身就體現了各俱樂部之間的獨立性。有的球隊選擇了特定的補強方式，另一些則採取了不同的策略。這些決定均是在獲批的財務範圍內，由各自俱樂部自主做出。聯賽的競爭格局本身就是最直觀的體現。目前積分榜前4名之間分差極小，冠軍懸念依然存在。這正是沙特聯賽體系有效運作、競爭保持平衡的結果。聯賽的關注點始終應該在足球本身，重心應該放在賽場之上，並且將繼續效力於為球員和球迷打造一個可信、健康且具備競爭力的職業聯賽。目前 C 羅和利雅得勝利隊的合同有5000萬歐元的解約條款，現在有多家土耳其俱樂部都在密切關注這個事態的發展。不過外界並不認為 C 羅會長期拒絕出戰，因為如果他長期缺席，將直接影響到利雅得勝利的爭冠前景。
而且在世界杯年自己又缺乏穩定比赛時間的情況下，對他也同樣不利。不過俱樂部的董事會對他暫時缺席比賽的決定表示支持。在勝利隊內部，這個問題被視為需要逐步評估的動態局勢，仍然存在變化空間。但 ESPN 披露C 羅已經向勝利隊提出恢復參賽的條件，就是在實現之前他是不會重返賽場，並威脅自己可能離隊。C 羅希望俱樂部2位葡萄牙籍的董事西芒庫蒂尼奧和若澤塞梅多重新獲得實權，尤其在未來的轉會窗口中保持自主的決策能力，並要求將這些條款要明確寫入合同。在得到這方面的保證之前，他將拒絕出賽。所以 C 羅的底線實際看來還是維護自己葡萄牙同胞在勝利隊的高層的利益，同時這也是維護自己的政治關係和背景。但這次聯賽官方強調，任何球員無論多麼重要都不能凌駕於聯賽之上，就看沙特最後如何處理了。有消息說 C 羅的行為正在讓沙特當地負責足球事務的官員越來越感到不滿，認為 C 羅的反覆抱怨以及無端拒絕出戰的舉動已經在傷害沙特職業聯賽的國際形象。那当然不用說了，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嘛。我們現在關注就是因為 C 羅罷賽。沙特的足球事務官員認為，這種行為不僅影響他們的球隊備戰，也在球迷和媒體中引發了不必要的猜測和爭議。有位知情人士說C 羅完全有能力上場，但他選擇繼續缺席，這讓高層們感到非常擔憂。要知道，這並非 C 羅第一次以個人的方式表達不滿或者抗議，但這一次延長缺席比賽的罷賽舉動已經觸碰到了沙特足球管理層的耐心底線。高層官員強調，球隊和球員應該以集体利益為重，每個人都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現在沙特本地球迷和媒體有一些人支持 C 羅的個人決定，認為球員也有權利表達立場，但更多的人則認為 C 羅作為球隊的核心球員和公眾人物，他有責任以身作則，維護球隊和聯賽的形象。有趣的是，最近國內大陸熱播劇《太平年》這裡面的角色張延澤的演員賈宏偉透露他自己是從 C 羅主罚任意球前盯着門將的眼神中找到了飾演這個角色的殺氣的靈感。這個角色張延澤在劇中是個十足的殘暴惡人形象，為了把這個角色飾演得更生動更形象，賈宏偉這位演員嘗試了多種方法，其中一個便是模仿 C 羅的眼神。賈宏偉認為劇中角色張延澤的惡是掌握絕對權力的，主動的惡是一種必須贏的殺氣，於是就像 C 羅罰任意球前盯着門将的眼神，那是一種踢出去的不是球是導彈的杀气。出圈了咱們總裁 C 羅的影響力真的是出圈了。好，另一方面，咱們再看看华人球員徐彬的消息。狼隊官方已經宣布，徐彬租借加盟了英甲的巴恩斯利。不過，此次租借仍然保留了徐彬代表狼隊 U21 參加比賽的資格。這筆交易遵守 EFL 旗下球隊流動的規範，所以可以允許他在適當的時機暫時回到狼隊，參加狼隊 U21 的 PL2 比賽。那麼，英甲的賽程，巴恩斯利下場比賽是北京时間2月7日的晚上11點01分，客場對陣博爾頓流浪者。目前巴恩利在少賽3輪的情況下，積37分，排在英甲第14位。所以不知道明天徐彬能不能獲得替補上场的機會另一方面，過去阿森納和利物浦的舊將張伯倫即將加盟蘇格蘭的凱爾特人。現在已經32歲的張伯倫，去年夏窗時自由身離開了貝西克塔斯，一直賦閒在家。這次他會以6個月的合同含續約選項，在格拉斯哥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新篇章。另一邊，咱們的老熟人 J 羅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將加盟美職聯的明尼蘇達联隊，這筆交易已經被羅馬諾 Here we go 了。在1月份，34歲的 J 羅剛剛結束了自己在墨西哥超級聯賽的征程，在代表萊昂的34場比賽中，5個球9個助攻，表現還可以。而明尼蘇達狼和 J 羅將簽約到2026年的6月。另一方面，拜仁正在關注國際米蘭的後衛比賽克，不過還沒有展開實質性的接觸。對此，退役的名宿克羅斯也在播客中說我在去年就已經注意到比赛克了，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中後衛，尤其在气場和存在感方面非常突出，那種你並不想面对，也不太願意和他正面進行身體對抗的球員。比赛克25歲，身高1.96米，他的得轉身價已經來到了3500萬歐元。現在拜仁如果在夏天一旦出售金文哉，可能就會追求比賽克。好，另一方面，利物浦的舊將26歲的烏拉圭國腳努涅斯在沙特效力了6個月之後，他可能會提前離開沙特，但這呢會影響到利物浦的收益。如果努涅斯提前離開，利物浦將損失1040萬英鎊的附加條款獎金。
現在土耳其的費內巴切已經就努涅斯向利雅得新月队提出了新的报價，包括租借到本赛季結束外加买断选项。这主要是因为新月队来了本泽马之後，努涅斯感到自己在队內的地位是大大下降了。好，另一方面，紐卡斯爾的中場意大利球員托納利，他現在吸引了曼城、槍手阿森納、切爾西，還有意大利尤文圖斯等球隊的關注。目前紐卡斯爾聯隊的表現不佳，這也引得意大利中場托納利最近非常失望和憤怒，他拒絕了接受媒體採訪的機會。紐卡斯爾最近7場比賽僅僅取得1場勝利，這顯然是托納利憤怒的主要原因。根據托納利的經紀人透露，目前曼城、阿森納、切爾西和尤文圖斯都可能會引進托納利，而紐卡斯爾過去已經經歷過類似的轉會風波，至今都還在為伊薩克轉會事件的負面影響而苦惱。最終，伊薩克被高價賣給了利物浦。如果現在托納利也決定要離開，紐卡斯爾絕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了。從目前的局勢看，紐卡斯爾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好，另一位中場曼聯的梅努，曼聯計劃將為他提供一份全新的長期合同，周薪有望提升到現有水平的4倍。現在隨着梅努在一線隊重新樹立了自己的核心位置，曼聯俱樂部希望盡快完成續約，鎖定他的未來。目前在臨時主帥卡里克上任後，梅努3場比賽全部首發，而且表現很穩定。他在擊敗曼城、阿森納和富勒姆的比賽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已經成為曼聯中場的重要一環。現在他在曼聯的周薪是25000英鎊，而曼聯準備向他提供一份周薪達到6位數的新合同，相當於現有的收入提升到4倍。現在曼聯的中場由於卡塞米羅已經確定會離隊，B費的未來存在不確定性。曼聯內部已經將梅努視為未來的幾年曼聯中場建隊計劃中的關鍵球員之一。好的，雖然咱們是足球新聞，但今天有一個新聞呀，必須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正是米蘭冬奧會，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目前正在向一些跳台的滑雪運動員，主要是男運動員，對他們展開調查。為什麼呢？這些人對自己下身的某個部位注射玻尿酸，影響飛行距離。這個事情非常聳人聽聞，但背後確實又存在科學依據。怎麼回事呢？是因為向那個地方注射玻尿酸可以使它暫時增大，然後當運動員的競賽服經過 3D 掃描儀測量的時候那個地方的尺寸會臨時增加，導致這些運動員可以獲得更寬鬆的衣服。就像風帆的原理一樣，更寬鬆的衣服呢，理論上可以幫這些運動員實現更遠距離的跳躍。這一項在去年10月發表於科學期刊前沿的研究指出競賽服尺寸每增加2厘米，跳躍距離可以延長到 5.8 米。而根據一些醫院高級顧問醫生的說法，通過注射石蠟或者注射玻尿酸確實可以實現那個地方在視覺上的暫時增厚，這是可行的。目前還沒有具體的運動員被指控實施這個行為，不過國際反興奮劑機構已經承諾，如果拿到不當行為的證據將展開調查。職權範圍通常涵蓋打擊使用增強性能的藥物，包括禁止任何違背體育精神的物質。這個老 K 查了一下，據說可以增大多少呢？可以增粗2厘米，還可以增長2厘米，那就厲害了。而且据說效果可以維持2年，真的誇張啊！好，明天的重要比賽，老 K 先這裡預測一下曼聯對熱刺這場比賽咱們要直播，那肯定看好曼聯啦。伯恩茅斯對維拉，看好客場的維拉。阿森納對桑德蘭，看好阿森納。伯恩利對西漢姆聯，看好西漢姆聯；弗勒姆對埃弗頓，看好埃弗頓；狼隊對切爾西，看好切爾西；紐卡對布倫特福德，看好紐卡。西甲方面，巴塞羅那對馬略卡應該能夠輕鬆拿下吧。意甲的那不勒斯客場對熱那亞應該沒問題。好的，精彩的足球周末即將開始，支持的話希望您點讚、分享、評論一下。咱們明天再見。